外界还注意到，一再信誓旦旦地宣称不支持台独的美国拜登政府，却在继续推进对台军售。继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本月中宣布新一项总价值达2.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后，美国又在计划动用所谓的总统拨款权，向台湾提供一笔总额近5.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最后仅剩3个多月的执政垃圾时间里，拜登政府为何加速以武助独？民进党当局为何甘愿成为美国过期武器的垃圾桶？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台湾的安全取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美制武器不是民进党当局的护身符，而是其自取灭亡的索命绳。第23届美台防务工业会议23号在美国费城召开，为期3天的会议将深入探讨如何强化台湾所谓防务与安全。会议期间还将特别关注对台军售、双方防务工业合作生产以及如何解决采购武器的延迟交付等问题。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26家美国无人机系统和反无人机系统制造商代表扎堆抵达台湾，与台湾方面无人机业界人士共同探讨所谓美台合作生产无人机事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活动的居中协调方是美国在台协会，牵头带队的是美国商务部、美国国防部派员随行。据披露，26家厂商窜台，所谓寻求合作，实际是寻找配件供应商和代工厂。深圳卫视注意到，臭名昭著的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的生产厂商宇航环境公司也在访问之列。去年5月，宇航环境公司曾赴台访问台湾地区专门负责军事技术和武器研发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和相关无人机企业，讨论台湾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状况。今年1月，中方决定对该公司实施制裁。实际上，赖清德今年3月尚未就职时，就参访了嘉义的无人机研发中心，鼓吹台湾无人机发展现在是天时地利及人和，盼台湾成为无人机供应链的亚洲中心。为此，台经济部门近期还组建了所谓无人机联盟。有分析认为，赖清德的意图就是要彻底摆脱对大陆生产的无人机及零配件的依赖。台当局图谋与美勾连合作生产无人机，绝不仅仅是为了着眼于民用，而是要着眼于军用。观察指，美台或许已经预判到，未来一旦台海爆发战争，无人机不仅会是战场上的主角，甚至会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据多名美国会幕僚和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正计划向台湾提供新一笔军事援助，总额达5.67亿美元，约合4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几乎是去年3.45亿美元军援的2倍。美方声称，新一笔军援将向台军提供包括训练、军事库存、反装甲武器、防空和多域态势感知项目，包括无人机及所谓不对称战略的关键。按照相关官员的说法，拜登政府将使用现有最快的工具向台湾提供援助，也就是直接交付美军库存。值得注意的是，这将是拜登政府第2次动用总统拨款权对台提供军援。总统拨款权是美国总统被法律授予的一项特权，总统可以在无法通过国会获得资金支持时，直接从联邦预算中划拨资金，以应对难以预见的紧急情况。例如，总统可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便获得资金来解决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或国内动荡等问题。而具体到此类涉台军援，则意味着拜登政府将绕过所有阻挠程序，令五角大楼立即从军火库中调拨一批武器装备，直接对台军售。去年7月，拜登不顾中方警告，首次动用总统拨款权，批准向台湾提供价值3.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军事装备、军事教育和培训等。当时，从民进党当局到台防务部门，再到绿营媒体，纷纷对美方举动大呼欢迎和感谢，高调宣称实现重大突破。不过，9月11号，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盘点追踪攻台军备的报告，披露美军未妥善处理有关物资，导致台军去年12月收到了2批根本无法使用的物资，包含严重过期、包装混乱的弹药，以及潮湿发霉的防弹背心。也许这一经历过于令人尴尬，对于新推进的这批军援，台当局不再表现得喜出望外。台当局在美联络处方面仅称无可奉告。观察指，
拜登政府同意使用总统拨款权，向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提供军援，就是为了缓解未按时向台交付已逼近200亿美元军火的国内责难。特别预算编出来的2500亿，我们付了1半以上的钱，一直在说现在兵凶战危，包括鱼叉飞弹，到现在都没有来。岛内舆论直言，赖清德之流把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全部贡献给美国军工复合体，换来的却是一堆破烂，实在讽刺。事实上，在行要我们替他做销毁武器之时，销毁的费用都要我们台湾来负担。捡的破烂你还可以去卖钱，我觉得台湾连捡破烂都称不上。多名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计划动用所谓的总统提款权，向台湾提供新的一笔军事援助，总额达到5.67亿美元，约合40亿元人民币。第3笔也在筹划当中。为什么拜登急于做这件事情？拜登他在下台之前要为美国的军工联合体再做一些贡献。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目前拜登在美国国内他的支持度、他的威信在日益的下降。他想在台湾问题上面再去做一点事情，以挽回他在美国国内的所谓的声望。这些武器送过来，应该来说会进一步的制造台湾老百姓对两岸关系的焦虑感，给台湾当局又再一次的发送了错误的信息。拜登政府自从上台以来，总计对台军售正式的军售是16轮那么之前如果说是美国对台军售的话，更多是武器装备。那么拜登上台之后，很大一部分都是零部件或者是这个维修服务等等。那您观察到拜登政府的对台军售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可以这么总结吧。第一个是审批程序的便捷化，第二个是出售频次的密集化，然后售台武器的这个零散化。那么这些年下来，其实这个手段它的效用并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拜登政府它其实只能通过这种微调的方式去维持着美国对台军售的一个存在感。大量的民脂民膏来买这些破铜烂铁的话，那么岛内的所谓的在野党也好，还是岛内民众也好，能够对民进党当局形成一定的这种掣肘吗？通过什么样的手段？现在台湾立法机构里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力量是超过半数。当然，他们通过预算的审核的过程里边，可以对民进党当局产生掣肘的一个效果。问题在于国民党是否愿意这么做，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美国对台湾军售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假，实际上是真正的效应在于政治上的效应。拜登总统的任期马上就结束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做出一项这样的一个姿态，还在于他认为中美关系里边，他不会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政府、中国的内政的干扰。我们注意到，当前民进党当局正在图谋借着即将到来的第79届联合国大会闹会，拿所谓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涉台这样的伪议题来做文章。那此前，美国国务院已经炮制了所谓的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系统这样的伪命题。那么在赖清德上台之后，未来美国打台湾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其实，在整个拜登的执政时期，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美国想要推动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不管是这个联合国2758号议题的炒作，还是之前其实拜登已经非常有意识的把像是类似于这个新冠疫情，然后俄乌冲突的这些东西都跟台湾问题挂钩起来，这个是具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模糊性的，这也是他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哈。赖清德他上台之后，是否会影响到美国的这个对台政策？其实本质不在台湾当局，本质是在于美国的这一次总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他想要怎么样去操弄这个台湾牌。